高铁上被邻座帅哥打包的板鸭馋哭，我鼓起勇气想问他，你的鸭子可以卖给我吗？结果看向他的帅脸时莫名紧张，说成了，鸭子你卖吗？正文开始，坐高铁回家，路过南京南，旁边座位上来一个长腿帅哥，原本昏昏欲睡的我立刻被他吸引住，频频向他行注目礼，煞有介事的看窗外，实则顺着他无处安放的长腿向上打量，肩膀内扣，男人最好的嫁妆，唇红齿白健康，鼻梁高挺大，剑眉星目帅，指尖泛红狠，是个拥有男人最好的嫁妆的又狠又健康的大帅哥。鉴赏完毕，我点开手机，准备跟闺蜜分享奇遇。过去刻意买了很多次必座，都没遇上年轻帅气的男大就算了，两旁还特别不幸运的，不是碎嘴大爷和吵闹小孩，就是要换座的小情侣。这次随便候补上的地座，旁边位置居然就来了帅哥。上帖你配享太妙，我喜滋滋的刚打2个字，就闻到旁边传来一阵香味。一看，帅哥打开放在小桌板上的袋子，拿出3个打包盒，整整齐齐摆着，举起手机来拍照。拍完又靠坐回座椅上，我抿唇咽了咽口水，不淡定地挪了挪屁股，因为那3个打包盒真的太香了。仔细一看，是烤鸭、板鸭、盐水鸭，还有馋哭的我鸭。我的眼泪就这么没出息的顺着嘴角缓缓流下。原本要给闺蜜分享帅哥的，结果脑子全被帅哥的美食占据，举着手机转而感慨，好想吃隔壁的鸭呀。闺蜜，隔壁座有鸭。我解释，撕啦。听到拉开拉链的声音，我转头不偏不倚对上帅哥犀利中带着浓浓戒备的眼神，我被吓得一个哆嗦。他的目光缓缓从我脸上移开，看向我的手机，我赶紧按灭屏幕，可不能让他知道我这么明晃晃的惦记他的烤鸭、板鸭、盐水鸭呀。接着他低下头，在他放在地上的行李包里翻翻找找，只见他拿出一个鸭舌帽往头上扣，帽檐还很刻意地下压，阴影笼罩掉他一半的脸，晦明难辨。我没敢再看他，闺蜜这边回我，那你问他卖不卖？你说我给多少钱比较合适？他看着不是很想卖哎，毕竟是在高铁上，你给多一点，区区一个鸭，咱大女人又不是吃不起。旁边又是窸窸窣窣的声音，我看到帅哥从包里掏出一件黑色冲锋衣，他利落的往身上套，拉链拉至最上方，盖住几乎一半的脸，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。我看着窗外正午的艳阳，沉默了。今天34度，就是车厢内开了空调也不至于呀。难道是生病了？生病了还是不要吃这么多烤鸭比较好，但是不吃多可惜啊，不如我帮他解决了。我清清嗓子，抬头看向他，结果帅哥瞥了我一眼，也突然开始剧烈咳嗽，半个身子侧向窗边，手攥着衣服把自己裹紧，避开我的目光，留了个冷漠的背影面向我。哎，还是个体弱多病的帅哥呢。我抿唇，堪堪咽下要说的话。车过了一站又一站，我对他桌上摆着的烤鸭、板鸭、盐水鸭感情却是愈发的深沉。以前我从来不相信什么一见钟情，见色起意还差不多，现在我信了。在我一眼爱上3只鸭后，见色起意就见色起意吧。毕竟烤鸭、板鸭、盐水鸭看着真的色香味俱佳。我搓了搓手，还是想勇敢一下，万一他只是天生不爱笑呢？可是一看那位帅哥看着真的很高冷很凶，很不想搭理人。我早上起晚了，急着赶车到现在还没有进食一口。高铁餐难吃，我本想着到家了再吃，可现在真希望自己是一只马喽。抢人东西的时候会被夸可爱，而不是带上定制手镯踩缝纫机。闺蜜鼓励我，怕什么？面子固然重要，可是没脸没皮真的很爽啊。是的，要面子的人饿一路，不要屁脸的人享受烤鸭、板鸭、盐水鸭。我做出选择后，在心里不断给自己打气，小心翼翼地扯了扯帅哥的冲锋衣。他察觉到动静，偏头给了我一个你干嘛，别来烦老子的眼神。那眼神对比刚上车时示意我给他让路的礼貌诚恳完全不同。是我馋他的烤鸭、板鸭、盐水鸭太明显了吗？我不受控制地咽了好几轮口水，捏住他冲锋衣的手都冒出了一层冷汗。不是说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的吗？我怎么感觉勇敢完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？有事？帅哥用低沉慵懒的嗓音吐出2个字。我把心里反复念的问题，想确保简练又不失礼貌，好给他留个好印象，不至于残忍地拒绝我。请问你的烤鸭、板鸭、盐水鸭可以卖给我一点吗？你好，你的鸭子可以卖给我吗？你好，你的鸭可以卖吗？你好，你可以卖吗？你好，你卖吗？哎，好像跑远了。社恐人是这样子的，尤其是面对的还是一个可以让我随时失去所有力气和手段的大帅哥。所以你有事吗？我还在纠结，帅哥用清润的嗓音又问了一遍。闻言，我回过神来，发现他正紧紧盯着我，对上他那探究警惕的目光，我莫名一紧张，脱口而出：鸭子，你卖吗？此言一出，帅哥那张俊脸白了又绿，绿了又红，红了又黑，最后在红如温和黑如炭的状态切换自如。我从来没想过可以在一个人脸上看到如此精彩纷呈的表情。他紧抿着唇，眉头紧蹙，深深的川字眉透露着他对我的困惑和嫌弃。那一刻，我好想当一只马喽。马喽可以不用说话直接抢，而我一次勇敢将要换来终生内向。你有病！他没有对我破口大骂，可能和他的家教有关吧，但我还是觉得此地不宜久留，要遁了。手机都没顾得上拿，就从座位上落荒而逃，在厕所躲了好一会儿，直到听到广播提示下一站就要到 H 市，我才磨磨蹭蹭拖着丢没的脸回座位收拾东西。隔壁座位空空如也，他估计是不想再看到我。果然，我抬头往前一看，他已经早早站在车厢连接处等下车了。胡乱把桌上的手机和水塞进包里后，我跟着人群排队下车。出来后，我莫名在人群中寻觅，没看到他，跑得确实快哦。也好，虽然在一座城市，但是 H 市这么大，不出意外的话，我们应该不会再遇到了。想到这里，我不免长舒一口气。出了车站，包里的电话响了，拿出来一看，是妈妈打来的。知道她是和往常一样问我到没到站，于是接通后，我直接说：喂妈妈，我已经到了，现在回家。没等来妈妈的回答，电话那头诡异的沉默了好一会儿，紧接着是突然拔高的语调，电话那头声音略显亢奋：二呀，到了是吗？可算是到了。
什么时候到家呀？中彩票了。这说话声音激动的都不像我妈了。妈妈，你今天心情好像很不错呀。我边回话边盘算着是打车还是坐地铁。是，你们一起回来了，我当然高兴了。你们？是我弟也回来了吗？我好饿呀，等会儿想吃酱板鸭。有，快回家里来，马上就到。不说了，我先打车。挂了电话后，我准备打车回家，却发现手机怎么刷脸也打不开。是我妆化的太浓了？不应该呀，我根本没化妆。面部识别好像确实是带妆录的。我干脆输密码，直到多次密码错误后被提示1分钟后再试。我彻底沉默了，想不明白哪里出了问题。我的锁屏密码是0000000，这也能输入错误？正当我懊恼不已时，手机打进来一个电话，一看那不是我的号码吗？意识到事情不对劲，我赶紧接通电话。我们手机好像拿错了，你方便过来交换一下吗？我现在没有手机，打不了车。只听声音，我都能感觉到对方的不耐烦。他继续说，手机密码010101，微信支付密码1010010，在哪里碰面？我家离车站不是很远，地铁过2站，打车15分钟，你方不方便来一趟？哦，好。挂了电话，我解锁了帅哥的手机。这时我才发现我们的手机长得一模一样，连手机壳都是一样的，壁纸都是系统默认，手机密码都只差一点点，怎么不算有缘呢？孽缘也是缘。他用我的微信加了他的，我点了通过，他给我发来他家的地址。本着做人最基本的道德底线，我没去翻看他的手机，但还是不免看到他手机里不断跳出来的消息，是他妈妈发来的。好儿子闷声干大事啊！我的儿媳妇声音又甜又乖，我可太喜欢了。快带人姑娘回来见见我。我儿媳妇还有什么想吃的？你快说，我现在去准备。原来有女朋友了呀！我摸了摸鼻子，识趣的灭掉屏幕。地铁2站很快就到了，我按着地址寻过去。在别墅门外，我还没敲门，大门就被一个打扮隆重的漂亮阿姨打开了。阿姨看到我，没有来地两眼放光，嘴角挂着显眼的笑意，踏着小碎步朝我走来。我先开口，你好，我找一下傅周。刚刚看到他微信里收到的消息，有人是这么称呼他的，姓什么不知道，但应该是叫这个名吧。阿姨越过我朝门口张望，问，你们不是一起回来的吗？啊，算了，不理他了。囡囡快进来，酱板鸭已经做好了。阿姨过来牵我的手，把我往屋里带。酱板鸭，完了！我终于反应过来，刚刚得知手机拿错后，我脑子混乱，只想着快点交换回来，加上肚子饿，根本无暇思考，完全忘记了自己接到过一通不是打给我的电话。那阿姨微信上说的儿媳妇，不会就是我吧？想到这里，我额头上沁出冷汗，嘴唇都有些颤抖。这下真的闹乌龙了。碰巧这时，帅哥给我发来消息，堵车，你等我一会儿。我冲阿姨摆手拒绝，声音结结巴巴，不了，阿姨，我在这里等他就好，不用管他。那个阿姨，我不是你儿。咕。解释的话还没说完，肚子饿的朝我响彻云霄的抗议起来。我尴尬的抬眼和阿姨对视，最后她打破沉默，笑吟吟道，不管是什么，都先来吃饭吧。阿姨给我递过来一个鸭腿，香的我找不着北。事已至此，先吃饭吧。天塌下来有鸭腿顶着。一边吃饭，阿姨在一旁一边给我念叨着，囡囡吃饭真香，阿姨就喜欢你这样大口吃饭的囡囡。傅周在医院工作忙，要是对你有什么疏忽的地方，你和阿姨说啊，我帮你教训他。他脾气大，有没有欺负过你啊？没有，阿姨这个鸭腿真的好香。他妈妈说了啥我全然没注意，饿了一天根本管不了你张傅周李傅周的。那个什么傅周回来的时候，我正埋头干饭，阿姨在一旁眉眼弯弯看着我，时不时给我夹菜，对我说话温温柔柔，这个菜你也吃吃看了，很好吃的啦。俨然一副母慈子孝的画面。她看到我在吃饭，愣了一下，似乎是气笑了，对着阿姨道，妈，这样哄孩子的话你从未对我说过。阿姨看都没看他，又往我碗里夹了鸡翅。帅哥面色阴沉，抬脚走过来，把我的手机往桌上一放，没好气地说，我的呢？我拿出他的手机还给他，有些好奇地问，你怎么能拿我的手机给我打电话的？你那密码6个0，一试就出来了。上了出租车才发现拿错手机，用你手机付了20车费，已经转给你了。他向我展示付款记录，支付密码你也知道，用6个0做锁屏密码的人，支付密码很难猜吗？你和我谁比谁好啊？切！他又定定看了我一眼，显然不想再跟我过多废话，只道，吃快点，吃完了赶紧走。我刚想跟他解释一下这个乌龙，阿姨就拍桌而起，抢先怒言，齐傅周你什么态度？怎么跟我儿媳妇说话的？齐傅周彻底懵了，他蹙着眉，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。妈，您再说一遍，他是谁？我的宝贝儿媳妇呀。阿姨看着我，满脸喜色，那模样像是在过年。我被她的话一噎，已经不敢吃了，生怕再吃一口，民政局都要被她搬过来，更不要说一旁齐傅周气的耳根子通红的那副样子。我赶紧放下筷子，和阿姨道谢，谢谢阿姨的款待，您做的饭很好吃。走出齐傅周家时，我被他妈妈塞了个鼓囊囊的红包，觉得不够，阿姨又给我拿满当当的礼物，包括齐傅周从南京带回来的那3盒鸭。就因为我多看了2眼，我空手来的也不真是儿媳妇，所以只能耐着性子一直推脱。齐傅周很不满，妈，那是我特意给您带回来的。阿姨在他手臂上重重一拍，指着他的鼻子教训，真不是我说你，这就是你对待女孩子的态度，把我儿媳妇气跑了，我跟你没完，愣着干嘛？去送你老婆呀。阿姨把他往我身边推，他长腿一迈靠过来，我赶紧一个敏捷抬脚，好险，差点就被踩了。走吧。齐傅周没好气地撂下话，往门外走去。齐傅周，阿姨的声音不重不轻，一字一顿，不怒自威，和小时候我妈掀起世界大战前说，你过来，我不打你，真的，一模一样。齐傅周果真听话的折返，先是接过我手上提着的袋子，又张开空出来的手晃了晃，似有若无碰到我的指尖。我有些懵懵地看他，缩了缩手指，他眼睛冲我飞快地眨了2下，嘴唇一张一合，我看懂了。他说牵手。
配上他那不情不愿的表情，太违和了。但我还是乖乖握过去了。谁让他真的把烤鸭板鸭盐水鸭给我了？嘿嘿。我们僵硬的手牵手走出去很长一段路，不得不说他的手生得好看就算了，还很好牵。人的皮囊怎么可以完美成这样？但是很快我就意识到不妥，他家别墅都已经看不到了，他还不松开，我觉得怪别扭的，便叫了他一声：“那个齐福州，你可以把手松开吗？我不卖，我不是，我没说你是，我本来也不是。”我停下脚步，给他左一言右一句的解释车上的事。听完，他沉默了，好像还不信，垂眼看我，反问：“真的？我对你绝无非分之想，可我妈叫你儿媳妇，你也没否认。人饿到失去理智，被食物支配的后果。”我又开始比划着给他解释，还特意强调了：“我发誓，就单纯想吃饭，绝对没有占你便宜的意思，我可以付饭钱。”他却没有耐心听下去，打断我：“行了，真啰嗦，你家住哪？送你一趟。”已经晚上快10点，打车也不方便，于是我给他报了个地址。他把车开出来，我拉开后座的门，只见后座2个位置都放满了他妈妈给我的礼物，根本没地方落脚。我指着这些东西问：“不能放后备箱吗？”“不能，后面没地方。”齐福州开车不说话，氛围莫名尴尬，我只好拿出手机找人聊天，缓解一下无处安放的抠地脚趾。刚打开微信，闺蜜的语音电话就打来，我想挂掉，被她那潮流 DJ 铃声震得手滑，接通了。刚一接通，闺蜜就扯着大嗓门：“薛芷玲，你怎么还没回家？我跑你家好几趟了都没见你，不是说7点到的吗？你人呢？”我抿抿唇，头脑风暴组织语言，该怎么跟她解释我抓马的一天呢？她急性子打断我：“哦，对了，发消息你一直没回，你那个鸭后续咋样了？她肯卖不？我去，你现在不会再大吃特吃吧？哦呦，死丫头，吃太好了，多少钱买的？爽不爽？喂，说话呀，你在干嘛呢？命真好，话都说不出来了。谁说我命烂啊？我命可真的是太好了，根本来不及关免提，关了也没用。对面一个嘴快的，这边一个坐旁边的，我方才费尽口舌的解释，全部白干。要不是高架桥上来往都是车，我真想直接跳了。我侧目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旁边的男人，心虚地挂断电话。一直没说话的齐福州显然也听完了，他轻哼一声，勾了勾唇，话语间听不出情绪。100就可以，欢迎来点。不敢，他乱说的，对不起，我真没那个意思，你相信我。真的，我真的只是想吃你买的烤鸭板鸭盐水鸭。知道了，大馋丫头。他单手打方向盘转了个圈，车子拐进我家方向，东西拿了，下车。我提着大包小包准备走，他还把我悄悄塞他车里的红包翻出来，我妈给你的，拿着。那鼓囊囊的红包看着数目可不少。不要，真是什么都敢给啊。那我晚上回去没法交代了。他摆烂是摊手，我跟阿姨解释就好了，这钱你自己留着呗，以后娶老婆用，不差这一点。齐福州一个眼神扫过来，我不吭声了，乖乖接过红包，想着晚点支付宝转他就是了，而且拿个红包讨好彩头，说不定今年能找到个和他一样帅的对象呢。回到家，我打开红包一数，好家伙，10001，可以点齐福州100次。不过可惜了，他不是呀。第二天中午，我妈打麻将回来，见我躺在床上龇牙咧嘴，过来在我屁股狠狠拍了一记。薛芷玲还不起床？早上还让我给你煮面条，那面都坨成方便面面饼了。牙痛，妈妈我牙痛。我捂着脸坐起来，疼得我话都说不太清楚。昨天吃的东西太杂，不出意外，智齿又发炎了。我妈见我这个鬼样子，正了正色，你这牙齿不拔不行了，今天就给我去。我害怕，我是真的害怕拔牙。之前不是没去过，去了2次都没拔成。前段时间我妈又让我去，我害怕，又不知道往哪儿躲。心一横，买了张票出去旅游。出去那几天牙齿都没这么疼了，这一回来又开始了。要不再买张票？青春没有售价，我甚至已经点开12306。我妈看了看手机，凑过来对我说：“已经帮你挂好号了，今早和我一起拼桌打麻将的阿姐，她儿子就是附属医院的牙医，去吧，他的号可不好挂。”我不去，长得可帅了，你看着他就没这么痛了，别怕，长得帅能当麻药使。我不管，我害怕。我妈没说话，转身出了房间。没过一会儿，叉着腰举着根撑衣杆进来。去医院的一路，我紧张的眼泪都要飙出来了。在最怕痛的年纪，得了蛀牙又长了智齿，在问诊室门口紧张的排队，我冷汗直流，手里紧紧捏着挂号单，心里祈祷：别到我。我低头，方才瞥见挂号单上写着挂号费100元，这什么特级专家号吗？看个牙光挂号就要100，那一瞬间我觉得牙也不是那么痛了，心更痛。下一位，薛芷玲。护士姐姐叫我名字，我应声进去。刚坐下，雷达一般的眼睛火速锁定在坐诊医生脸上，虽然他戴着口罩和碎花小帽，但依旧掩盖不了他的帅气，露出来的眼睛犀利有神，对视一眼我就赶忙低下头去。一想到这老帅的医生看我龇牙咧嘴流口水的样子，我就想逃，还不如之前那个老头呢。医生拿着我的病历本翻了又翻，又在电脑上点了几下，转头看着我，隔着口罩声音却并不沉闷：薛芷玲是吧？我点点头，挺直腰乖乖坐好。第一次来说没吃早餐，打不了麻药，申请出去吃个早餐，但再没回来。第二次麻药都要上了，借口上厕所溜走，这次又想找什么借口逃走？不是，他这话怎么听着我像是个抛夫弃子的渣女似的？一旁的见习医生也笑了，附和道：美女，你放我们老师2次鸽子，在我们科室出了名的。我挠挠头，有些不好意思，逃避虽可耻，但有用吗？有用，但挂号费100。面前的帅医生再次开口，这声音，这语调，我脑子一个机灵闪现，震惊地看向他，随后扫了一眼他胸前的工牌，齐福州，我们老师退休了，这次让学长给你拔，没事，学长很温柔的。好样的薛芷玲，拔个智齿把人家老师都熬退休了，真的，痛了你就举手示意。他写完问诊单，起身戴上手套，让我躺下。打麻药之前我举手，说
我这次能不能先拔一边，留一边给我吃饭？不能，拔了一边，另一边你痛死都不会再来了。说完他都笑了，眉眼弯弯，温柔了许多。我渐渐放松戒备，一剂麻药下去，齐福州凑近，拿着工具开始在我嘴里工作。我不敢看他，抬头看灯，刺眼。算了，还是看他吧。等下疼了不要乱动，举左手我就知道了，我会轻一点。进去深一点的地方会有点疼，忍一忍就好。实在坚持不住就示意，不要乱动，不要紧张，第一次都是这样的。他说着，手上动作一点没停，流畅的在我被强制张大的嘴巴里进进出出，还不忘抽纸巾给我擦眼泪。我的手举起，又被他摁下去。齐福州无情地忽视我的请求，声音却还是一如既往温柔淡定，跟哄小孩似的。痛了是吧？忍一下，很快就好了。我知道你有点疼了，再坚持一下，马上就好了。很快了，痛一会儿就好了。拔出来了，不是说痛了就举手示意的吗？这示意了个什么呀？哄人的话是好听，但他37度的嘴是怎么能把话说得这么冰冷的？我差点这辈子就交代在他这里了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终于结束。我顶着肿成蜜蜂小狗的脸坐在他面前，一脸幽怨地看着他。不就吃了他2块鸭肉吗？至于以报私仇吗？齐福州有点幸灾乐祸地笑笑，边摘手套边对我说：“挺可爱的，你在报复我？怎么报复你了？你直哄不停。”我气得直跺脚，因为嘴巴塞着棉花，讲话含糊不清。下次一定没有下次。他没理会我的话，开始交代注意事项：适当冰敷，麻药退了再吃东西。这一周注意不要剧烈运动，不喝酒，不吸烟，不吃辛辣。1周之后来拆线。那可以吃鸭吗？我问。昨天从他那拿的3盒鸭肉还没吃完呢，不想浪费。说了不能剧烈运动。齐福州脸色一沉，往桌上放保温杯时撞出一阵重重的闷响。我知道他又会错意了，立马噤声。想了想，还是解释一下比较好，不然我在他心里的形象彻底成废墟了。我是问还能吃你昨天给我的烤鸭板鸭盐水鸭吗？哦，那也最好不要，先喝点稀粥。我恰好是他下班前接诊的最后一个病人，他执意要送我回家，理由是我不老实，怕我回去路上控制不住偷吃。我路上不偷吃，万一回到家偷吃了呢？我反驳，老实点，我不想看你明天还哭唧唧躺在我面前。齐福州长得很高，相貌又特别出众，走在我旁边，我第一次收到这么多回头注视。我问他，你真的单身吗？怎么看着你不缺人追呢？单身啊，而且被人追了就一定要在一起。齐福州挑眉冲我反问。好吧，我摸了摸鼻子，有点尴尬的低下头去。原来不喜欢被人追，本来看着他还有点心动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不追了。怎么不说话了？没话说。我指了指自己蜜蜂小狗一般的脸，他垂眸看了一眼，扑哧一笑，别开眼去。齐福州送我到家，又叮嘱了一遍注意事项，才肯放我走。每天定时跟我汇报饮食还有牙齿的状态，出血了疼了及时跟我说。这么麻烦，以前看蛀牙也没有要跟医生天天汇报这一环节啊。齐福州莞尔回答，想快点恢复好吃的就乖乖听话。听到好吃的我两眼放光，立马认同地点点头。回到家后，我认真跟他汇报自己的饮食，连几点睡觉都告诉他，事无巨细，生怕自己一点疏忽耽误恢复。齐福州的回复很简单，好，不错，可以吃。疼不疼？这样公事公办的交谈一直持续到我要去拆线那一天。我没有来的有点失落，和闺蜜诉说，拆完线就没话说了，怎么办？你不是说不追了吗？可是我还是忍不住喜欢他。我这边还在苦恼怎么和齐福州继续维持联系，那边我妈又开始催我去相亲。鉴于我先前对相亲有破财的阴影，这次我妈小心翼翼，都把背景调查做妥帖了，所有信息真实可靠。如果再是骗子，你爸洗碗3个月。我妈拍拍胸脯，冲我笃定的保证，家里的碗本来也是我洗。我爸在一旁闻言，弱弱的举起手发言，上一次你也是这么说的，我被骗了8800，你忘记了吗？都让你不要去相亲角给我找对象了。上回他给我找了个相亲对象，人家2句话就让他把我全部信息套出来了。那骗子 AI 我爸的样子和声音，说出事了让我给他打钱救急，还把我几岁零几个月上幼儿园的事都说出来了。我很难不信。鉴于家里我妈管钱，我爸确实就是手上没几个钢镚，没钱救急也正常。我想也没想就打过去了。结果吗？我妈听我提起这件事，也觉得对不起我，声音小了许多。妈妈也是着急你啊，你看你都快30了，你弟都要2胎了，你还天天在家里问妈今天吃什么？你但凡能自己找到个对象，我都懒得说你好不好。被我妈这话一说，我也来了脾气，说的好像我找不着对象似的。我可受欢迎了好吧？上次在齐福州家里，他妈妈就差没把民政局给我们搬来了。想到齐福州，我心里密密麻麻涌上来一股异样的情绪，突然一个冲动劲，就抗声对我妈说，我有对象了好不好？只是不告诉你们。说到最后我声音都小了很多，撒谎的心虚感使我气焰全无。别吹了，你那微信能凑出半个和你没有血缘关系的异性，我跟你姓。我本来也跟你姓薛女士。行，暂且信你一回，下个月你爸生日，你把他带回来。我真带回来了，你要允许我在家养狗，没有的话我帮爸爸洗3个月碗。狠话都放出来了，我妈不信也得信了。我爸更不用说，巴不得我帮他洗碗呢。刚推脱掉相亲，又多了个找男朋友的任务。谁敢说我命不好？我命可真的太好了。闺蜜知道后，趴在床上笑了我3天，最后见我实在太可怜，给我支招，你去找你的板鸭哥呀，刚好在他妈妈那里，你还是他女朋友呢。到时候你妈去查了，还有证人，多完美。你不是想和他找话说吗？这多完美的台阶，见了就上好吗？好的。听了闺蜜的话，我若有所思，好像很有道理。齐福州确实是很完美的假男友对象，现在只要齐福州那边点头，一切就完美了。说做就做。我翻出齐福州的聊天框，上一次我们的交流还是在前天。他问我拆线之后感觉怎么样，其实有点微痛的，但我逞强回他没事了，能蹦能跳能吃能喝。他估计是在忙，很晚才回我。那就好，早点休息。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了。闺蜜恨铁不成钢，揪着我的耳朵怒骂，
你第二天早上假装惊讶问他怎么这么晚才下班不就行了？话题就是没话找话呀。你个笨蛋啊呀！可是已经过了一天，再说话就突兀了，我便没再发。而现在我鼓起勇气，为了养狗，为了不洗碗，斟酌许久，我给齐福州发去。齐医生，你方不方便也假扮一下我的男朋友？顶部备注很快变成对方正在输入中，反反复复好一会儿，才发来消息。我是不愿意，我开出条件，说个数可以给你钱。没想到这次他不反反复复输入了，直接秒回。我说了我不卖，嘿，还挺有骨气。那你怎么才肯帮我？你以后不准点鸭。不行，我最喜欢吃鸭了，刚点了一只呢。他怎么知道我刚给自己点了一份北京烤鸭外卖的？那鸭子到底有什么好的？你在哪？在家呀。PD，我去。我后知后觉，才发现他又误会了，对我的刻板印象吸烟课废了，属于是。接着我又是好说歹说一顿解释，他才终于相信我就是单纯想吃个北京烤鸭。当你女朋友需要注意什么？毕竟他肯帮我的忙，我自然要了解一下他有没有什么忌讳。结果他说，注意不要忘记你是我女朋友就行。我还没来得及带他去见我爸妈，他先找上我来了。齐福州来我公司楼下等我，我走出来看到他靠在车旁，一如当时在动车上的惊鸿一瞥，帅得我频频注目。有一瞬间心跳都要停摆。见我出来，他抬腿走了过来。今晚我爷爷奶奶过来聚餐，想见见孙媳妇，你方不方便来？我有点突然，我怕自己应付不过来，稍显犹豫。齐福州好像看出了我的小心思，继续说道，我爷爷是南京人，你上次吃的那盒板鸭的鸭店老板，女朋友来吗？他话都没说完，我已经一闪身打开他车的车门，乖乖坐在副驾驶上系好安全带了。你愣着干嘛？开车呀！见齐福州还在风中凌乱，我出声提醒他。他趴在车窗上看我，微风吹乱他额前的碎发，好看的眉眼一闪一闪的，好不生动。齐福州抬手在我额头轻轻一扣，抿唇一笑，和蜜蜂小狗的时候一样可爱。一想到拔牙的至暗经历，我就气不打一处来，路上都不太想跟他说话，以至于到了齐福州家里，他妈妈一眼便察觉到我情绪的不对劲，一把上前揪着齐福州的耳朵，又惹玲玲不高兴了。齐福州举手做投降状，语气无奈，妈，我可什么都没做呀。去红。我站在一旁看到他那个惨样，不免心生愧疚，在心里暗暗告诉自己今晚要多对他笑一点。齐福州听阿姨的话，朝我走来，把手张开，我立刻会意，要牵手吗？赶紧把手搭上去。他微微弯腰，我们目光平行，他看着我，声音清润好听，一本正经道，我来哄你了，女朋友。他的声音和狗尾巴草扫过一般，挠得我心痒痒的。不用看我都知道自己此刻脸红成什么样子了。透过齐福州明亮的眼眸，能看到我紧张的四处乱看的窘迫样子。完蛋了，真的要栽在他手上了。齐福州的家人都很好相处，一个晚上下来我应对自如，他们对我很好，一个劲儿给我夹菜、送礼物、塞红包，我都忍不住感慨，多见几次我都能在 H 市买套大平层了。唯一不太好的就是我在齐福州身边会很紧张，是和他家人相处不一样的感觉，所以我干脆有意避开他。齐福州不傻，敏锐地察觉到我在躲他，他也没再主动过来贴我，而是和长辈一起喝酒聊天去了，一直到很晚。天公不作美，雷鸣电闪，下起很大的暴雨。齐福州家里长辈大多喝了酒不能开车，也不放心我自己回去。最后齐福州妈妈提议，哎呀，家里也没有空房间了，你们小情侣的也不要害羞了，福州房间也够大，你们一起住没问题的吧？本来今晚在他旁边就心跳加快，紧张的要命，这要是和他共处一室，我岂不是要吃点速效救心丸？但我还是接受了这个提议，因为齐福州他抱住我，靠在我肩上低声似有若无的撒着娇，可以吗？玲玲，我都来不及思考这个中不妥，直接就点头了。齐福州那样子醉得不轻，脸红红的，嘴唇水润润的，眼神失焦迷离，那样子惹人怜爱，惹人想把他一把推倒。可我还没上手推呢，他就自己倒在床上了，仰面朝天枕在床上，一身酒气让他身上格外烫，他嘟嘟囔囔喊着热，要不要给你开个空调啊？我问他不要。话音刚落，他突然坐起来，双手交叉一勾一带，上身的 T 恤就这么水灵灵的丢到了地上。我看呆了，心跳如鼓，还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看男人的身体呢。齐福州身材很好，穿衣显瘦，脱衣有料，恰到好处的薄肌，线条分明的肌肉，配上他微醺的帅脸，我真的不是一个有骨气的人。偷偷咽了很多下口水，一个不太正经的想法在我脑海中盘旋，理智告诉我不能这样做，可闺蜜告诉我免费鸭子，你上啊，你倒是上啊。她是我闺蜜，她怎么会骗我呢？她才27岁，只谈过10个男朋友，她怎么会骗我呢？薛芷玲，你今晚不把齐福州办了，我看不起你。可恶，我这个人最听不得别人看不起我了。我把手机熄屏丢到一旁，大步走向齐福州。先从哪里开始呢？要不开个岛国学习资料预习一下，书到用时方恨少啊。正当我手足无措间，齐福州的电话响了，我因为紧张手抖得给他接听了，还没来得及说话，电话那头响起一个男生，怎么样齐哥，嫂子这回有没有被你迷成智障？你放心，我说的装作喝醉之后你就只管脱衣服就行了，剩下的他会上。你好，我开口，电话那头长久的沉默了，最后弱弱来了一句嫂子好，不打扰了，然后火速挂了电话。语音电话挂掉后，那人和齐福州的聊天界面明晃晃摆在我面前，一大堆长篇大论看下来，都是对面人在叫齐福州怎么追我的。齐福州，他好像喜欢鸭子，我要不要也去考个这个证，这样就可以和他讲话了。对面，你去考个警察吧，扫黄把他抓了，可以天天说。您多冒昧啊！我退出这个聊天界面，一眼就看到在他的聊天页上，我的聊天框在第一个置顶，那里红字标着草稿，没发出去的一条消息。我喜欢你，不想只做你假扮的男朋友，我想名正言顺的去见你的爸爸妈妈。我伸脚轻轻踢了一下还瘫在床上的齐福州，喂，见他还有没反应，我准备又是一脚，结果没站稳，勾到他的小腿，地上湿滑，我一个踉跄，惯性往前扑，不偏不倚倒在他怀里。
还是第一次近距离接触男人滚烫的身体，我紧张的不知道手该往哪里放，干脆就僵在半空。结果齐福周一个挺身，我的手直直落在他的腹肌上。妈呀，这是不花钱就可以摸的吗？我抬眼看他，昏暗的房间灯下，他半闭着眼，手枕在额头上，鼻梁就着光影划出一条漂亮的弧度，顺着往下是水润润红嘟嘟的嘴唇，看着就很好亲的样子。我的理智惜败了，一个没忍住，凑上去亲了一口，亲完就埋头往下躲，结果下巴突然呈上一股脱力，我被迫把头抬起。齐福周单手捧着我的脸向上，他低下头，言语醉意微醺，只是碰一下有什么意思？他搂着我的腰，把我往床上带，给我调整了一个舒服的姿势，嘴唇交碰间，他一步步攻势，把吻加深。我被亲得找不着北，意识混沌，手胡乱抓着能支撑的东西。薛芷玲，我只是醉了，不是死了。齐福周声音嘶哑，眸光中的欲望汹涌澎湃。我的手还是不停地在他腹肌上游走，因为闺蜜跟我说，男人在接吻的时候腹肌是硬的，可齐福周的怎么摸着软软的？我不由得喃喃自语，是软的哎。齐福周声音更哑了，他握着我的手，我瞧见他手上的青筋明晰可辨，你再摸下去就不是了。第二天我们像是连体婴一样醒来的时候，清醒的意识和贤者时刻的到来让我觉得无比尴尬，干脆把头深深埋进他腹肌里。齐福周搂着我，挑眉问，怎么想赖账？我们都这样还算是假扮男女朋友吗？你觉得呢？齐福周的声音闷闷，你还真的想赖账啊？我不是我没有，是昨晚你睡着的时候，我很大声问你，你喜不喜欢我的时候，你没有回答我。你是睡着了吗？齐福周摇摇头，捧着我的脸在我嘴上一啄。我点头了，点了好多次，不说话是怕吓到你。为什么不说话？因为你的手一点也不老实。后来我名正言顺地带着齐福周见了我的家人，我妈对齐福周喜欢的不得了，一个劲儿拉着他说话，这不一个嘴快，拍大腿就是给我挖坑。嘿呦，我都没想到你们两个会在一起。先前玲玲去你那里拔牙，回来那是一个鬼哭狼嚎，我哪有？我反驳我妈，我妈转而对我接着说，还说你没有。你那天回来就说人家小齐给你拔牙跟拔萝卜一样，还说人家听不懂人话，喊他停下来他也不停，就说人家一辈子讨不到老婆的，是不是你？齐福周没有反驳，只是看着我，勾唇一笑，看不出端倪。只有我知道，那天晚上他把我压在身下，领带绑住我的手，那是脚，怎么看怎么像是拔牙，但这不是在拔牙。他俯身在我耳旁，低声预告着，受不了记得喊停，但是我听不懂人话，你知道的。全文完。